我是侯府小姐洛宁，嫁给顾盛川10年后，我开始发现我不会老。我第一次隐约察觉到异常，是在一个普通的清晨，丫鬟春信为我梳头，忽然咦了一声，捏着我一缕青丝，小声嘀咕：将军鬓角都有几根白头发了，夫人的头发还是像墨一样黑，真是天生丽质。话是恭维话，却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我的心湖，漾开细微却持久的涟漪。我不动声色地接过话头，打发走了丫鬟，自己却对着那面模糊的铜镜，仔细细端详了许久。镜中人眉眼依旧，肌肤光洁，与10年前出嫁那日似乎并无多大分别。反观顾盛川，西北的风沙和军务操劳，虽未损他英挺的轮廓，却的确在他眉宇间刻下了更深的痕迹，眼尾也添了些许细纹。他一直笑称这是夫君老得快，方能衬得夫人永远年轻。我以往只当是闺房趣话，此刻听来却隐隐有些心惊。真正让我确定这并非错觉，是在3年后，顾盛川35岁生辰刚过不久，他替我描眉，手指温热粗糙，动作却极轻柔。画到一半，他忽然停住，指腹轻轻抚过我的眼尾，又摸了摸自己的，眼神里掠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深沉，半晌才低声道：只是觉得老天真待我不薄，10多年了，夫人仍如初见时一般鲜颜，倒是为夫这鬓发日渐染霜，有些自惭形秽了。我的心猛地一沉，却强装着笑意推开他的手。怎的，怕我嫌你老了不成？顾盛川收回手，将我揽入怀中，下巴抵着我的发顶，声音闷闷的：怕。在那之后，我发现他看我的时间变长了，有时是在灯下，有时是在我熟睡后，那目光里不再是纯粹的欣赏与爱恋，而是掺杂了探究、疑惑和一丝难以言喻的忧虑。他藏得很好，但我是他枕边人，如何感觉不到？流言蜚语是无声的毒，总能找到缝隙钻进来。即便我们已在西北，京城那些关于我出嫁那日被山贼掳走后就失了清白，被夫家退婚的旧闻，偶尔还是会随着商队或书信飘到这边陲之地，只是无人敢当着顾盛川的面提起。如今这不老的异常，是否又会成为新的佐证？我夜里开始惊醒，冷汗涔涔，梦见自己被绑在火刑架上，下面是我熟悉的百姓面孔，眼神恐惧又厌恶，而顾盛川，我不敢梦下去。盛川，我终于在一个夜晚颤抖着开口，我们去更偏远些的地方，好不好？就我们2个人。顾盛川沉默地看了我很久，只有油灯噼啪的轻响和窗外呼啸的风声。他粗糙的手掌一遍遍抚过我的后背，像是在安抚受惊的孩童。最终，他没有问为什么，只是用力抱紧我，说：好。一日深夜，在我熟睡后，顾盛川轻轻起身，他走到外间，从锁着的军务文书箱底层取出几卷残破的古籍，烛光下，他眉头紧锁，翻阅着那些记载着地仙、师姐、长生众、不死明等传说的文字。他的指尖划过一行字：其貌不衰，其寿难终，非仙即孽，常伴孤寂。顾盛川回想起一次我为他熬药时不慎烫伤手臂，起了一片骇人的水泡，他心急如焚找来军医，然而不过2日，那伤处便收口结痂，迅速脱落，新生的皮肤光洁如初，连一点红印都未留下。看得老军医啧啧称奇。顾盛川沉默地看着，将我衣袖轻轻拉下，掩住了那片异常迅速的愈合痕迹。想到这里，他转头看向那时安睡的妻子，眼神不再是单纯的忧虑，而是一种巨大的，几乎要将他压垮的心疼与明悟。他或许无法完全理解，但他已经触碰到了真相的边缘。他爱上的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而是一个被时间诅咒的人。他动作很快，上表自请镇守更西的关隘，那里苦寒，人烟稀少。离任时，同僚送行，酒过3巡，有人拍着他肩膀笑叹：顾将军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为了娇妻，这等苦寒之地已愿去。众人哄笑，说着夫人貌美，自是恩爱缠绵。顾盛川朗声大笑，与他们碰杯，一概阴下。只有我看到他握着酒杯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看到他转头看我时，眼底深处那么无法掩饰的为我而生的痛楚。西去的路很长，风沙更大，新的驻地条件更为艰苦，但我反而觉得皆安了些。这里没有人认识过去的侯府小姐洛宁，也没有人记得京城那些龌龊的流言，我们只是一对普通的恩爱的守江夫妇。顾盛川教我驾驭烈马，拉弓射箭，我帮他整理军务文书，用我过去在侯府学到的医术为受伤的兵士包扎换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与几位将士家眷一同为出征的将士缝补加固盔甲。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嬷嬷颤巍巍地从自己头上剪下一缕白发，
仔细的缝进儿子的护心镜内衬里。我不解，轻声询问。老嬷嬷抬头，眼中是慈祥与坚毅交织的泪光。夫人，这是我们这儿的老辈传下来的说法，把自己的头发缝进郎君的战甲里，就能把自己的命和他的命拴在一起。你的生气会护着他，盼着他平安归来。其他几位妇人也纷纷点头，各自默默地进行着同样的仪式。闻言，我心间一颤，看着自己依旧乌黑油亮的青丝，再想到即将出征的顾盛川。当晚，我在灯下也极其郑重地剪下自己一缕长发，用红色丝线仔细缠绕，怀着最虔诚的祈愿，将其缝入了顾盛川铠甲颈部的内衬深处。日子像戈壁滩上的石头，被风沙打磨得粗糙而坚实。他眼角的纹路更深了，鬓角的白霜也渐多，而我站在他身边，依旧显得过分的年轻。这种对比，在荒凉背景的映衬下，刺目的让我心慌。我开始下意识的用头巾包裹脸颊，故意穿颜色暗沉、老气的衣服。他总是看着，没有说破，只是在一次我系上头巾后，轻轻替我整理鬓角，柔声说：“宁儿，你穿墨绿色最好看，像初夏的荷叶。”他送我的礼物，依旧是鲜亮的衣料，精致的珠花。他用行动告诉我，在他眼里，我永远值得一切美好。蛮夷攻城那日，毫无预兆，狼烟冲天而起，战鼓声撕裂了往日的宁静。顾盛川披甲上马，动作快得惊人，冰冷的铁甲包裹住他依旧挺拔却已不再年轻的身躯。他走到我面前，头盔夹在臂下，目光像是要把我的模样烙进灵魂深处。待在城里，等我回来。他的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我脸色惨白，死死抓着他的臂甲，指甲几乎要抠进铁片的缝隙里。盛川，他往前走了几步，又回头深深看了我一眼，千言万语都凝在那一眼里，有眷恋，有不舍，有担忧，最后都化为一句沉甸甸的嘱托：宁儿，好好活着。他转身大步离去，甲胄铿锵作响，再没有回头。我追到城头，看着他率领亲兵，像一柄黑色的利剑，插入潮水般涌来的敌阵。厮杀声、惨叫声、兵刃撞击声震耳欲聋。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暮色四合，直到星野低垂，直到城下的喊杀声渐渐微弱，直至消失。血色的残阳彻底沉入地平线，他再也没有回来。副将捧着那身被血浸透、刀痕累累的铠甲来到我面前时，我没有哭，只是伸出颤抖的不成样子的手，轻轻抚过盔甲，上面还沾着沙尘和已经变成暗褐色的血渍。我把脸颊贴上去，触感寒彻骨髓，却仿佛还能感受到一丝他残留的体温。那副铠甲，我洗净了，修补好了，收在了箱子的最底层。顾盛川的抚恤和遗产并不多，但足够一个寡妇在边陲俭省度日。我谢绝了朝廷让我回京安置的好意，也婉拒了旧部们的照顾。我开始一个人生活，起初是浑浑噩噩的，日子失去了意义和刻度。天亮了，天黑了，吃饭，睡觉，周围的面孔渐渐陌生。曾经亲切称呼我夫人的兵士和家眷，或调离，或老去，或亡故。新来的军户和百姓只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寡妇是当年殉国的顾将军遗孀。10年、20年过去，我依旧是那副模样。人们开始私下议论，说顾将军的未亡人这么多年竟不见老，探究的目光越来越多。我知道，我该走了。我伪造了一场病逝，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悄悄离开了那座小城，带着我简单的行囊和那个装着铠甲的箱子，去了更南边的一个小镇。我成了一个投亲不遇、家道中落的寡妇落娘子。我学会了如何更自然地扮演一个逐渐老去的妇人，用妆容，用神态，用缓慢的步伐。但我依然每几十年左右就必须死一次，然后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每一次死亡和迁徙，都像是一次对过去的凌迟，将我和顾盛川，和那些尚有温度的回忆之间的联系，一根根斩断。我回过一次京城，侯府早已换了牌匾，曾经的深宅大院住了别姓人家。隔着一条街，我站了许久，父母兄长早已作古，连坟茔在何处都无从知晓。街市繁华更胜往昔，却再无一人识得我。我像一个幽灵，飘过自己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世界。那一次之后，我彻底断了念想。世界浩大，我却无根无凭，只能在时间的洪流里不断的漂流，麻木的撑过一天又一天。要是1年江南梅雨时节，我在新间的小镇已安静度过了几个年头。这小院清寂，正好符合我新寡的身份。一个雨夜，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门外是个浑身湿透的年轻书生，青衫紧贴在身上，显得格外清瘦狼狈，
却依旧仪态端正的衣礼。晚生柳文清，赴京赶考，途经此地迷了路，雨水又冲毁了前路桥梁，求夫人行个方便，容我借宿檐下柴房一宿，明日天明便走。我本欲拒绝，寡居之人总该避嫌，但就在他抬起脸的刹那，檐下昏黄的灯光游曳着落在他脸上，我的心猛地一跳，手中的灯笼柄几乎攥不住，像太像了，并非一模一样。这书生面容更纹秀，眉眼间是未经历练的青涩，但那眉骨的走向，鼻梁的线条，尤其是那双清亮有神的眼睛，竟与我记忆深处那张早已模糊却又无比清晰的面容，有着惊心动魄的7、8分相似。是岁月太久，久到我连顾盛川的眉眼都记不真切了，还是这无边的孤寂让我生了妄念，看谁都像他。鬼使神差地，我侧身让开了门，雨大，进来吧。柴房潮湿，厢房还空着。柳文清千恩万谢，我给他找了干爽的旧衣，煮了姜汤。他言行举止极守礼，目光不敢在我脸上多停留一刻，但偶尔交谈间，那眼神里透出的诚恳与聪慧，却又让我一阵恍惚。第二日雨未停，道路确实断了，柳文清只好又多留了2日。他很是过意不去，便抢着担水劈柴，修补院里漏雨的瓦片。我在一旁看着，看他挽起袖子时略显单薄却努力用尽的手臂，看他专注做事时微抿的嘴角，那身影竟与我记忆中西北阳光下那个教我骑马、修补帐篷的身影隐隐重叠。我心下骇然，强迫自己移开目光，暗骂自己荒唐，不过是个眉眼略有几分相似的过客罢了。柳完清告辞时郑重道谢，并留下地址，说若夫人日后有何难处，可书信于他。本以为萍水相逢，就此别过，不料数月后，他竟真的再次风尘仆仆的出现在我院门外，脸上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喜悦光芒。夫人，我中了举人，此番回籍准备赴京春闱，特意来告知夫人一声。他看向我的眼神已不再是纯粹的感激，多了些难以言喻的热切与亲近。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刻意板起脸，语气疏离。柳举人前程远大，实不必将此等小事挂怀，告知我这乡野村妇。柳文清却似听不懂我的逐客令，反而上前一步，目光灼灼。对晚生而言，并非小事，若非夫人当日收留，晚生那夜恐要病倒荒郊，误了考期。夫人的恩情，文清铭记在心。此后便是我无法控制的牵扯。他进京高中，状元及第，风光无限，却总借故路过这江南小镇，带来的礼物从笔墨纸砚到绫罗绸缎，越来越贵重，心思也昭然若揭。他与我谈诗论文，论及时政，见解往往精辟，那份藏在书卷气下的锐利与胸襟，偶尔流露出的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决断，都像一把无形的刻刀，一点点凿开我冰封的心房。他看我眼神里的炽热，一日胜似一日，那目光我太熟悉了，和当年顾盛川看我时一模一样。我沉寂的心湖不可避免的被重新搅动，我越来越频繁的在他身上看到顾盛川的影子，不是容貌，而是那种骨子里的东西，同样的执着，同样的真诚，同样看向我时那种仿佛全世界只有我一人的专注。恐慌日益加剧，我一再冷脸相对，一再强调自己年老色衰，双躯之身不堪匹配。柳文清却只是苦笑。夫人何必总是妄自菲薄？您风姿如玉，气度芳华，与您交谈如沐春风，只觉心灵契合，何曾在意过世俗年岁？与他相处，不再是简单的动心，更添了一层难以启齿的令人窒息的背德感。我是在透过他看着谁？我若接受这份感情，是对死去的顾盛川的背叛，还是对眼前这个有着独立人生的柳文清的不公？更让我恐惧的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区分。我贪恋那双眼睛里的温暖，仿佛透过这年轻的皮囊，触摸到了100年前失去的珍宝。这种情感混杂着对旧爱的思念，长久的孤独，以及对眼前这个具体的人的悸动，复杂而禁忌，几乎要将我撕裂。当他最终说服家族，甚至不知如何求来了那道赐婚圣旨，兴冲冲的想要给我一个惊喜时，我感受到的只有灭顶的绝望。那晚，我对着箱子里的铠甲枯坐一夜。盛川，我该怎么办？我喃喃自语，泪水无声滑落。可我怎能借着与你相似的皮囊，来填补我的永世孤寂？这对他不公平，对你亦是亵渎。答应他，意味着欺骗，意味着我将带着这不朽的诅咒，再次卷入一个凡人的生活，重复那注定的悲剧。我仿佛已经看到几十年后，他垂垂老矣，弥留之际，惊愕地看着依旧年轻的妻子。或者更糟，我的秘密被发现，
会毁了他辛辛苦苦挣来的所有前程和声誉。我不能，我已经欠了顾盛川一辈子，不能再欠下另一笔，对另一个有着同样面孔与灵魂的人欠下永远还不了的债。在天亮前最黑暗的时刻，我简单的收拾了行囊，再一次消失了，像一滴水融入大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场令人艳羡的皇帝赐婚的荣耀，最终只成了一场无人知晓新娘去向的闹剧。柳文清带来的风波与那张几乎将我定住的赐婚圣旨，让我心有余悸。中原大地似乎处处都可能藏着熟识的眉眼与刨根问底的过往，我需要一个更遥远、更混乱、更能淹没个人痕迹的漩涡。于是我登上了南下的海船，随着无数谋求生路的华工与心怀淘金梦的冒险家，飘向了南洋，最终又辗转至欧洲。我在伦敦的雾霭里，巴黎的咖啡馆中，维也纳的歌剧院包厢内，像一个真正的幽灵，旁观着另一个世界的喧嚣与变革。这个世界正忙于战争与重建，于新旧交替间，总有珍贵的遗物流露出来，恰好成了我积累财富的渠道。然而，金发碧眼的人群，高耸的哥特尖顶，都无法安放我那颗属于东方的浸透了千年雨水的灵魂。我开始怀念故国的烟火气，即便是非遗，也曾是我存在过的证明。彼时，上海这座远东最富传奇色彩的城市，正以一种畸形的速度疯狂生长，吸引着全世界的野心、财富与暗流。它光怪陆离，华洋杂处，既传统又摩登，既充满机遇又遍布危险。在这里，一个来历成谜、财富惊人的美丽寡妇，似乎并不算最稀奇的存在。一座巨大的迷宫，正是藏匿一片树叶最好的森林。我以洛夫人的身份在此立足，带着精心筛选过的古董收藏和一笔不容小觑的资本，经营着一家不大却极精的古董行。墨印斋铺面隐在法租界一条梧桐掩映的小街上，青砖小楼，檀香氤氲，与外界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直到那张来自新任护防司令周成军的请柬，打破了我刻意维持的平静。消息是商会派人送来的帖子，烫金字体，措辞客气却不容拒绝。新任护防司令周成军点名要见几位有分量的商界人士，我的名字近在其列。夜幕垂落，华茂饭店宴会厅内流光溢彩，我立于不甚起眼的角落，冷眼旁观这场名为联谊、实为募捐铺垫的盛宴。他出现时，全场气氛为之一致。周成军并非独自前来，身后跟着副官和2名卫兵，薛根敲击大理石地面，发出清脆而威严的声响。募捐环节毫无意外的到来。周成军的发言简短而极具压迫感，不谈保家卫国的大义，只谈地方维稳的必要开支，言语间的暗示不言而喻。不出钱，就无法保证你的身家性命和生意安稳。轮到我时，他目光精准的落在我身上，那审视几乎化为实质，锐利得令人皮肤生疼。在他的情报网中，关于这个女人的信息少得可怜，巨额财富来源成谜，容颜不老，背景模糊，与海外有联系。不过这通常只意味着2种可能：危险或者可图。洛夫人，他开口，声音不高，却足以让周遭窃窃私语瞬间平息。久您的墨韵斋藏品皆是精品，乱世之中，这些好东西更需要强有力的保护，不是吗？他指尖无意识的轻轻敲击桌面。听说您前阵子刚入手一批宋瓷，如今航道不安全，若是遇上匪患，损失可就大了。话滴水不漏，既是关切，也是威胁。我的心在胸腔里沉重的跳动，一声一声撞击着耳膜。依旧是那张脸，岁月的风霜和权力的浸染让他轮廓更加冷硬深刻，尤其是他思考时，那无意识用指尖敲击桌面的习惯性动作，与我记忆中顾盛川沉思时一模一样。然而这一次，那双曾盛满炽热爱恋与温柔守护的眼睛里，只剩下赤裸裸的痊愈。他甚至未曾留意过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容貌，在他眼中，我首先是一个可以榨取出多少银元的资源。我强压下翻涌的情绪，结语低垂，用一派谦恭而疏离的语气回应：周司令费心了，些许玩物，不敢劳烦君爷挂齿。该尽的义务，骆某自然明白。我熟练的周旋，报出了一个足以让人肉疼却又不至于伤筋动骨的数目。周成军似乎还算满意，唇角牵起一丝极淡的，算不上笑意的弧度，微微颔首，目光便移向下一个目标。此后，出于种种原因，或许是我识趣，或许是我那份他看不透的底细引起了他一丝探究的兴趣，又或许仅仅因为我是一个不易掌控却又颇具价值的符号，周成军并没有放过我。他时常会派人送来请柬，邀请我参加一些军政相关的酒会或私人鉴赏会，有时副官会直接送来一些礼物，有时是些抄没来的不好出手的古董，有时甚至是几根沉甸甸
隐约沾着暗沉血迹的金条，美其名曰请夫人代为保管或鉴赏。周成君需要我的钱，需要我可能存在的海外渠道，也需要我这样一个有文化、有身家的夫人来装点他权力之外的门面。他看我的眼神，偶尔也会掠过一丝男人对美貌女人的欣赏，但那更像是对一件珍贵战利品的占有欲。转机发生在一笔棘手的军火交易上，对方来路复杂，需要一个可靠的中间人兼翻译，且信不过军方的人。周成君带着交易的目的，直接来到了墨韵斋后院茶室，香炉青烟袅袅。周成君坐在我对面，军装外套敞着，语气是半威胁半合作的强硬。骆夫人，帮我这个忙，厘清这批货的来龙去脉，顺便和那洋鬼子敲定细节。事情办成，你在上海滩会好过很多。我垂眸侦查，并未立即拥远。然而，在接下来的接触中，他逐渐发现我这个弱女子远超预期的能力和智慧。我不仅能精准判断那批军火的价值和来源，更在与洋人的谈判桌上，用流利的英语乃至偶尔夹杂的德语、法语替他周旋，甚至不经意间点破了一个他安插在身边的参谋都未能看出的合同陷阱。一次交锋激烈的谈判后，回程的汽车里，他靠在椅背上，侧目看我，眼神里审视多于感激。夫人今日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想不到这上海滩还藏着您这样一位女诸葛。我对上他的视线，心底是翻江倒海的酸楚与思念，面上却止于清淡疏离。司令过奖，乱世求生，懂些旁门左道，不足为奇。周成君沉默片刻，忽然道：那洋人最后看你的眼神，倒像是见了鬼。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你似乎很清楚他柏林老家那几条街的就是。我微微一笑，避而不答。他目光沉沉的落在我脸上，那里面第一次有了除算计和评估之外的难以定义的探究。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次暗杀事件之后，一场慈善晚宴突遭枪手袭击，目标明确，直指周成君。混乱中，子弹呼啸，他竟在千钧一发之际将我拽至身后，用身体硬生生替我挡了一枪，鲜血瞬间浸透他肩部的军装。卫兵拼死反击，控制住场面。他脸色苍白，冷汗涔涔，却死死攥着我的手问，命令司机不去医院，去骆夫人那里。现在全上海的眼睛都盯着医院。我的私宅从未接待过这样的客人，将他安置在客房的床上，屏退左右。我取来医药箱、棉纱、止血药粉，我动作迅捷地剪开他的衣服，处理伤口，取出子弹，缝合上药。整个过程，他咬紧牙关，冷汗浸湿鬓角，目光却始终锐利地锁在我脸上。你这手法，因失血和疼痛而声音沙哑，比跟我多年的军医还老练。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我正在为他包扎的手臂猛地一颤，视线死死定在了他裸露的右侧肩胛骨下方，那里有一块暗红色的形似火焰的胎记，与我记忆中顾胜川身上那一块分毫不差。巨大的冲击让我瞬间呼吸停滞，无数细微的碎片在我脑海中疯狂碰撞，试图拼凑出一个我既渴望又恐惧的答案。一滴温热的泪毫无预兆的跌落，周成君身体猛地一僵，我的失态被他敏锐的全然捕捉。这个深不可测、永远从容的女人，竟会因他身上一个微不足道的胎记而失控落泪。夫人，他声音里的探究压过了痛楚。我猛地回过神，仓促的低下头，掩饰性的继续包扎动作，心脏却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不可能，这只是巧合，是漫长孤寂催生出的可悲妄念。盛川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怎会变成眼前这个精于算计、视人命如草芥的军阀？这简直是对他的玷污。可那个念头一旦滋生，便如藤蔓般疯狂缠绕我的心脏。我开始无法控制的在他身上寻找更多痕迹。他无意识用指尖敲击桌面的节奏，他思考时微蹙的眉心的弧度。越是观察，我越是心惊肉跳，相似的点越多，我的恐惧就越深。我在害怕什么？我怕认错人，怕眼前这一切只是我千百年孤独产生的癫狂幻觉，怕我满腔热忱的认领一个陌生的灵魂，却发现自己只是个可笑的、一厢情愿的疯子。我更怕认对人，若他真是盛川，我该如何面对这个被权力和杀戮浸染的他？而我这不老不死的妖异之身，又该如何面对他这一世的身份？这真相会毁了他，还是会让他像上一世那样为我殒命？这沉重的、无法与人言说的猜疑，日夜煎熬着我。我既渴望靠近验证，又恐惧真相大白。每一次见他，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既贪恋那丝熟悉的温暖，又痛恨自己这摇摆不定的心思。于是，我选择了最懦弱的方式，自我否定。我将所有蛛丝马迹都强行归结为巧合、错觉、执念太深。我一遍遍告诉自己，洛宁，清醒一点，不要亵渎王者，也不要自作多情。
直到战事急转直下，上海即将沦陷。那个雨夜，他再次突然出现在我的宅邸门口，军装湿透，沾满泥泞与硝烟痕迹，眼下是浓重的疲惫，但眼神却异常清醒决绝。他没有进门，只是将一张船票强硬地塞进我手里。明晚，怡和洋行的船经香港去美国。他的语气毫无商量余地，是一种决绝的命令。不祥的预感瞬间掘紧了我的心脏。我抓住他的衣袖，雨水和泪水模糊了视线，哀声求他跟我一起走，求你走。他猛地打断我，我的兵还在阵地上，我的城还没丢，我周成军可以死，不能逃。他语气骤然一转，带上一种刻意的嘲讽。你在我身边就是个靶子，拖累。我周成军还没沦落到要靠一个女人来陪葬。最后，他动作粗鲁的抬手，用指腹狠狠擦过我脸上的泪水和雨水，指腹粗粝，却又在触碰的瞬间流露出一丝无法伪装的颤抖与温柔，声音沙哑的如同被砂纸磨过。好好活着，别回头。这句话如同最终的法咒，与我灵魂深处几百年前顾盛川的遗言严丝合缝的重合在一起，瞬间击垮了我苦苦维持的所有心理防线。窗外夜雨滂沱，冲刷着这个即将倾覆的繁华地狱。他毅然转身，大步走入凄风苦雨之中，军装背影决绝而孤寂，再未回头。我站在驶离的轮船甲板上，看着他挺拔的身影在雾气中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彻底消失。开往美国的游轮像一座移动的监狱，将我与硝烟弥漫、血肉模糊的故土彻底隔离。头等舱的房间里，我终日对着舷窗外无边无际的灰蓝色的海水一言不发。同船的旅客有逃难的富商，有寻求机遇的学者，他们谈论着国内的战局，唏嘘着，恐惧着，也规划着大洋彼岸的新生活。我听着，却感觉那些声音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周成军把我推出来了，用他的命换来了我在这艘船上的一个位置。我该感激吗？我只感到一种近乎虚无的麻木，心脏的位置空荡荡的，连疼痛都显得迟钝。美国西海岸的阳光灿烂的刺眼，金山的街道宽阔，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是一种与上海截然不同的充满活力的繁华。我凭着周成军给我的以及自己本就丰厚的积蓄，在华人聚居区边缘买了一栋安静的小房子。我试图让自己生活下去。又过了不知道多少年，战争终于结束了。消息传来，整个金山华人社区沸腾了，敲锣打鼓，欢庆胜利。我坐在窗边，听着外面的喧闹，手里攥着一份报道日本投降的号外。胜利了，可是然后呢？他永远回不来了。这场胜利于我而言，只是彻底宣告了他死亡的仪式。我喝了一整晚的酒，醉倒在冰冷的地板上。醒来时，窗外阳光依旧，仿佛昨日的悲欢都与我无关。时间在这里以一种更快速、更光怪陆离的方式推进。我冷眼旁观着，收音机里的爵士乐变成了摇滚乐，黑白电影变成了彩色电视。身边的华人邻居换了一茬又一茬，老一代带着乡愁故去，新一代满口流利英语，对那个遥远的祖国只剩下模糊的概念。我试图融入，像过去每一次一样伪装。我穿时髦的连衣裙去参加舞会，甚至有人给我介绍过条件不错的华裔男士，但我总是格格不入。别人在高谈阔论股票、新车、好莱坞明星时，我会下意识地想起江南的梅雨，西北的风沙，想起黄浦江码头的雾气，那些记忆太过沉重，压得我无法真正轻盈起来。我成了一个彻底的旁观者，肉体生活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物质世界里，精神却像一缕游魂，漂浮在时光之上。我见证着冷战铁幕落下，见证着民权运动的浪潮，见证着越战的泥潭和反战游行。这些轰动世界的大事，于我却像是看一场场与己无关的皮影戏。我开始系统的整理自己带来的以及后来陆续搜集的古董和书籍，不是为了保持或炫耀，而更像是一种仪式，一种与过去仅存的真实的连接。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感觉自己稍稍落地，不再是完全漂浮的。我的身体依旧年轻，这迫使我每隔些年就必须伪造一次身份，从洛女士变成我的远房侄女洛安，继承遗产，继续生活。70年代末的香港已经成为东方明珠，繁华程度更胜当年的上海。我以美籍华商的身份回来考察投资环境，走在熙攘的街头，听着混杂的粤语、英语、普通话，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东方面孔，我感到的是一种更深的错位。这里不是我的故土，只是一个相似的、忙碌的港口。我去了内地，去了那个江南小镇，小桥流水依旧，但早已物是人非，找不到丝毫过去的痕迹。这次回归之旅，
非但没有缓解我的乡愁，反而像一把钝刀，割裂了我与故乡最后的情感联系。我确认了一件事，我的故土不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只存在于时间里，而时间已经无情地向前奔游，将我彻底抛在了后面。20世纪在我窗外轰隆隆地驶过，信息爆炸，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我看着数字世界里更加喧嚣的信息洪流，感觉自己像一颗被遗忘在河底的石头，看着水流奔涌而过，纹丝不动，且日益冰冷。我不再试图融入任何圈子，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摆满了古董的房子里，像一个守墓人，守护着一段段无人知晓的历史，也包括我自己的。我就以这种半透明的方式存在着，见证着，直到我的身体莫名的变得虚弱疲惫。医生告诉我，我的心脏出现了衰竭的迹象。这个诊断像一道微光，穿透了层层包裹我的腐木。终于要结束了吗？这具承载了太多记忆和痛苦的不朽躯壳，终于要走到了尽头了。一种近乎悲凉的解脱感攫住了我。我决定回到东方，等待最终的终结。于是，我变卖了美国的资产，再次漂洋过海。香港的天气潮湿闷热，黏腻的海风裹挟着都市的喧嚣。我在这里已经住了5年，身份是华侨洛女士，深居简出，以满屋子的古董相伴。那些器物沉默地承载着比我更漫长的时光，是我唯一不感到隔阂的伙伴。或许是死期将至带来的放纵，我罕见地接受了一位古董行故交的邀请，参加一场慈善晚宴。我需要为自己那些收藏品找一个合适的归宿，或许也能在最后的时光里嗅一嗅人间的烟火气。宴会在半岛酒店，衣香鬓影，觥筹交错。我穿着一身墨绿色丝绒旗袍，头发挽成一个简单的髻，脂粉未施，与周遭的珠光宝气格格不入，却引得不少人侧目。我站在角落，冷眼旁观这浮华世界。然后我看见了他，林彦之，林氏家族的第3代继承人，刚从海外学成归来，正是湘江名媛圈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穿着剪裁完美的西装，谈笑风生，周旋于宾客之间，年轻、英俊，充满活力，像一颗刚刚打磨好的钻石，熠熠生辉。当他目光转过来，与我对上时，我清晰地感到心脏猛地一抽，随即是尖锐的刺痛，让我几乎喘不上气。林彦之的眉眼间少了军人的悍气，多了商人的精明与世家子弟的金贵，但那颗眼下痣，那偶尔微蹙眉心的习惯，那笑起来嘴角微妙的弧度，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想把自己藏进阴影里。太荒唐了！在我自以为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命运竟又一次把他推到面前。在我恍惚愣神之际，林彦之却已经穿过人群，向我走来。他手中拿着2杯酒，自然地递给我一杯，笑容得体，带着些许好奇。这位女士似乎有些面生，我是林彦之。我姓骆。我接过酒杯，指尖冰凉，声音努力维持平稳。刚回香港不久。骆女士。他从善如流的称呼，眼神中的探究加深了。很奇怪，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您给我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他随即失笑，为自己的唐突解释道。抱歉，这话听起来很像老套的搭讪。这样的搭讪，我听过太多事，早已免疫。但由这张嘴说出来，依旧在我死寂的心湖里投下了石子。我勉强应付了几句，便借口不适，匆匆离开了宴会。我以为这只是一次偶遇，然而第2天，林彦之的花便送到了公寓，附上的卡片写着聊表昨日唐突之歉，然后是电话、邀请、各种偶遇的借口。他攻势猛烈，带着年轻人特有的自信和直接，完全不顾及2人之间那看似不可逾越的年龄、身份鸿沟。我一次次拒绝，态度冷淡。林先生，我年长你太多，而且是个寡妇，对枫叶之事早已无心。林彦之却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话，挑眉笑道：骆女士，您看起来绝不比我年长5岁。至于其他，我不在乎，我只是对您这个人感兴趣。他的不在乎，像针一样刺破了我试图维持的平静。我开始恐慌，上一次动心带来的惨痛教训犹在眼前，更何况我通晓过去，却无法预知未来，自己就快要死了，何必再徒增牵绊，拖累他人？可林彦之的执着超乎我的想象，他不再只是送花邀约，而是开始研究我喜欢的古籍，陪我去逛枯燥的古董展览，耐心听我讲解那些瓷器和字画背后的历史。我封闭的心房，在那张脸的温柔注视和锲而不舍的攻势下，开始一点点瓦解。直到那天清晨，我坐在梳妆台前，准备例行公事的画上那让我显得更成熟憔悴的妆容。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清晰地照亮了我的脸。我忽然愣住，凑近镜子，难以置信地抚摸着自己的眼角，
脸颊、细纹似乎变淡了，皮肤也好像恢复了一些光泽。更让我心惊的是，我拨开额前的发丝，发现原本有些灰白的发根处，竟然重新长出了乌黑的新发，一股寒意瞬间从脊椎窜上头顶。我猛地站起身，翻出医生之前开的药，我已经很久没按时吃了，因为和林彦之在一起后，我感觉身体好了很多。我原以为是心情愉悦带来的假象，不是的，不是回光返照，是爱，是和他在一起产生的亲密情感，像某种诡异的养分，再一次激活了我体内那不死的力量，开始修复这具我以为即将油尽灯枯的躯壳。这个字也冒出来，让我打了个寒颤。我竟然又一次对一张相似的脸产生了眷恋，强烈的负罪感和一种近乎绝望的渴望交织着，日夜折磨我。最终，在一个雨夜，他浑身湿透的站在我公寓门外，眼神灼灼，带着不容置疑的认真。若宁，我不是一时兴起，我知道这很疯狂，但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别再用年龄和身份推开我。看着他被雨水打湿的头发，看着那双眼睛里熟悉的不顾一切的神情，我筑起的最后一道堤坝轰然倒塌。我太累了，孤独了太久，而死亡仿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就这一次，就这最后一段时间，放纵一下吧，我对自己说。我们在一起了，消息轰动湘江，人人都在议论林家公子着了什么魔，竟被一个来历不明、年纪不小的寡妇迷得神魂颠倒。林彦之却毫不在意，他带我出入各种场合，为我挡开所有流言蜚语，悉心照顾我虚弱的身体。那段日子像偷来的时光，甜蜜又疯狂，我沉溺其中，几乎要忘记自己是谁，忘记那如影随形的诅咒。一次约会，他带我去山顶餐厅吃饭，窗外是维多利亚港璀璨的夜景。酒至半酣，他忽然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巧的丝绒布袋，倒出一件东西放在桌上，那是一枚锈迹斑斑却仍能看出凌厉形状的剑足，尖端断裂，带着千年前风沙侵蚀的痕迹。家里老宅密室清理出来的。他语气随意，指尖却无意识地摩挲着那冰冷铁器，眼神里带着一种他自己已无法理解的专注。不知为什么，我看到他第一眼就觉得他很重要，忍不住想带来给你看看。专家推断是唐氏之物，你看这形制，似乎是这般使用的。他做了个拉弓搭箭的姿势，却略显生疏，角度略有偏差。我的心跳骤然停了一拍。那箭足，我认得。有一次他教我射箭，我还笑他这特制的箭足太过沉重，不如寻常箭矢轻便。不，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声音微哑，这箭足不是这般用的，它更重，需用更强的弓，搭箭时唯一要再低3分，否则一失准头。话一出口，我便猛地顿住，一股寒意从脚底窜起。林彦之的动作停滞了，他缓缓放下手，目光不再是方才的随意，而是变得深沉锐利，紧紧锁住我。哦，他声音低沉，你对唐代君谢姓如此了解，连这等细微之处都知晓。我指尖冰凉，强自镇定地端起酒杯，试图掩饰失控的心绪，只是平日闲来无事，多看了几本杂书罢了。是吗？他拿起那枚箭足，递到我面前，眼神探究意味更浓。那你再看这个，这箭足根部刻有一个既模糊的川字，家中长辈曾猜测或是那位将军的名讳。夫人博闻强志，可曾在哪本杂书上见过哪位将军名讳中带川字，又善用此等重剑？我的视线落在那个模糊的刻痕上，呼吸骤然困难起来。那是顾盛川的习惯，在他重要的器物上刻下这个代表他名字的字。酸楚与恐慌瞬间淹没了理智，眼眶不受控制的发热，一层水雾模糊了视线。我猛地站起身，碰倒了手边的酒杯，嫣红的酒液如同鲜血般在白色桌布上蔓延。对不起，我有些不舒服，先失陪了。我声音颤抖，几乎是落荒而逃，不敢再看他的眼睛，也不敢再看那枚箭足。那晚之后，林彦之待我依旧温柔，却似乎多了几分沉默的观察，而我则彻底陷入了巨大的恐惧。那不是对孤独的恐惧，也不是对背叛的恐惧，而是一种底牌将被彻底掀开，千年坚守的堡垒即将崩塌的惶然。他知道了什么？他究竟是谁？在一个清晨，我再次不告而别，只留下了一张字条，措辞冷淡，请他勿寻。我逃回了西北，在城郊结合部租了个小院，试图在那片曾经埋葬了我最初爱情的土地上寻得最后的安宁与终结。沙漠退去，绿洲蔓延，只有天空依旧高远，风沙起时还能闻到一丝记忆里的粗粝味道。我以为这次能彻底消失，然而不过半月，一封印着香港寄件地址的信塞进了我的门缝，没有多余言语，只有一张印刷精美的邀请函。西北边塞历史文物特展开幕日期就在3日后，
地点是市博物馆。我的手指冰凉，他找到我了，如此之快。开幕日，我鬼使神差的去了。博物馆新建不久，参观者寥寥，我心跳如鼓，一步步走向那个最大的展厅。展厅中央，聚光灯下，静静地矗立着一具我无比熟悉的铠甲，顾胜川的铠甲，胸甲、护臂、裙甲每一片铁叶都被细心擦拭整理，闪烁着冷硬的光泽。胸前那道巨大的、被巧妙修补过的裂痕，像一道永恒的伤疤。我的脚步定在了原地，血液仿佛瞬间凝固。玻璃展柜旁的书名牌上写着：唐代戍边将军锁着铠甲，近日由匿名人士捐赠回国。匿名人士？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我猛地回头，李彦之站在那里，一身风尘仆仆，与这粗犷的西北背景格格不入。他目光沉静，直直地落在我的身上。手续是我经办的。他走上前，与我并肩而立，一同凝视那具铠甲。我发现他的时候，内衬里有些特别的东西。他顿了顿，侧过头看我，眼神复杂。他缓缓说道，声音在空旷的展厅里回荡。传说，若一位女子将自己的一缕青丝，在她挚爱的将士出征前，精心缝入其贴身的铠甲内衬之中，那么这缕发丝便会承载她最强烈的祈愿与生命力。她不仅能在战场上护佑将士平安，更会指引逝去的灵魂，穿越忘川，寻回所爱。我的视线瞬间模糊，身体无法控制地颤抖起来，几乎站立不住。他伸出手，稳稳扶住我的手臂，语气平静却穿透人心。骆女士，你说，人真的有来世吗？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溃，泪水决堤而下。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找到他，纯属巧合。他走上前拥住我，声音沙哑。但在看到他的那一刻，我无法解释那种感觉，巨大的悲伤，还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我必须把他送回来，我必须来这里，我必须找到你。千百年的孤寂、逃避、自我折磨，在这一刻显得如此可笑又可悲。爱同一个灵魂，怎么是变心？等待同一个灵魂，怎么是辜负？我没有背叛顾胜川，我爱的人始终是他，只是我太过愚蠢，没能看透灵魂的伪装。我们没有留在西北，也没有回香港。林彦之处理了大部分家族事务，我们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同行的路并非坦途，他有着这一世的记忆与牵绊，我有着不朽的秘密与过往。但这一次，我们不再是一个人的轮回，一个人的守望。有时从梦中惊醒，看到身边熟睡的容颜，我仍会恍惚，但指尖触及的温度，真实而温暖。星河低垂，旷野无声。我知道路的尽头，依旧是无尽的时光，但我不再恐惧，因为我知道，无论下一次轮回在何时何处，我都不会是一个人等待。